甄嬛传》中，太后为什么说皇后猖狂？到底是什么事儿让太后对自己培养的皇后感到失望呢？是皇后戕害嫔妃，还是皇后涉及到了太后身上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离宫期间皇后做的猖狂事儿。第一件，为了抢3旦的抚养权，不惜暗害齐二哈。自从甄嬛离宫前往甘露寺修行之后，整个宫中再也没有皇后的对手，她过得越发得意。同时皇后的野心也越来越大，为了坐上太后的宝座，皇后把目标放在3旦身上，原因无非3旦是皇长子，而齐二哈又好对付。目标敲定之后，皇后故技重施，开始给齐二哈挖坑。凭他今日的恩宠，有皇子是迟早的事。还是齐嫔说得好啊，若他是个不能生的，那就好了。这套话，这个大坑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不就是之前板栗糕事件的套路吗？齐二哈只要用脑子想想就知道，这铁定是个大坑。遗憾的是，齐二哈蠢钝如猪，他再一次选择了实名制偷渡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上次的目标是甄嬛，这一次是拽妃。也正是这次实名制偷渡，齐二哈既丢了命，又给皇后送了个好大儿啊！事后太后找到皇后说起此事，你惶恐，应该是哀家惶恐才对啊！你这样的好手段，逼死了齐妃，夺走3阿哥做自己的儿子，多干净利落。可见太后对皇后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不满，她恨皇后的心狠手辣，也恨自己竟然教出了这样一个孩子。如果以前皇后对富察贵人对新贵人做的事儿，太后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那么现在没有人可以制衡皇后，皇后还要继续戕害嫔妃，这已经踩了太后的底线了。第二件，放火放到太后宫里。当时皇上到凌云峰给自个儿的大侄子送户口，皇后得知甄嬛怀了孩子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于是为了阻止甄嬛回宫，皇后设计了3件事，分别是断香事件、扭伤脚事件以及寿康宫走水事件。这3件事中，前2件很明显都看得出是皇后动的手脚。寿康宫走水又是怎么确定是皇后安排的呢？首先咱们来看看皇后拿着从拼夕夕买的香拜佛时，皇后身边的人是谁？惠春啊，是不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？皇后的贴身丫鬟简秋去哪儿了？如果说皇后宫里有事需要简秋留下来打理，那么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皇后利用天象一说，阻止甄嬛回宫，故意扭伤脚之后，皇上收到消息，赶到景仁宫表示关怀时，咱们看在场这么多人，少了谁？还是简秋啊！简秋作为皇后最信任的大宫女，皇后脚扭伤了，皇上都来关心了，简秋依然不在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简秋给皇后办事儿去了。不信咱们接着看看，皇后安排一堆放火人到太后宫中，表面上说是为太后驱邪祈福，实际上皇后是让这群人制造一场意外失火。果不其然，这群放火人跳着跳着点燃了寿康宫。这时除了除夕第一时间冲出来保护太后，咱们看冲出来的还有谁？这不是简秋吗？护驾！护驾！来人呐！是不是有点意思了？可见寿康宫走水事件是皇后动的手脚，实锤了。皇后之所以安排简秋到寿康宫，一来是让放火人顺利制造一场意外失火，二来也是让简秋监工千万别伤到太后啊。毕竟皇后只是想用一次次的意外设计天象，从而用天象之说困住甄嬛，不让她回宫。第3件，为3旦铺路，试图除掉4旦。自从皇后从齐二哈手中抢走3旦的抚养权之后，她心心念念最重要的事儿便是扶持3旦登基，目的就是坐上太后的宝座。为了完成自己心中那宏伟的目标，皇后将精准定位皇嗣的打胎宗旨进行到底。哪怕4旦已经长大成人，皇后仍然不打算放过。当时皇后远远地瞧着4大儿在刻苦读书，突然皇后开始害怕4旦会成为3旦的拦路虎，于是为了让这只拦路虎成为死老虎，皇后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暗中在4旦的绿豆汤中动了手脚。结果4旦一心扑在学习上，对绿豆汤没兴趣。我不想喝，嬷嬷，赏给你喝吧。奴婢也是吩咐人给您熬的，奴婢怎么敢喝？嬷嬷，你喝了就少说话了。好家伙，4旦这是跳预言家了吧？让嬷嬷喝了少说话，这会儿是真不能说话了。幸好4大儿不是个嘴馋的人，要不然躺板板的就不是嬷嬷，而是4大儿了。4大儿瞧着嬷嬷鼻子流出那假假的血，吓得一溜烟跑了出去，恰好撞见了梅姐姐。
梅姐姐得知四旦被害，立马将她领去见太后。太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心下一惊啊！宜修，你疯了！这么大的胎你也敢打？对于这场绿豆汤事件，到底谁是犯罪人？太后心里明镜儿似的。但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耀，太后阻止了案件调查。直到安顿好了四旦的住处以及梅姐姐离场之后，太后终于忍不住指责皇后太猖狂了。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，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。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，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。长此下去，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。如果说皇后抢三旦的抚养权是为了太后之位，从而光明正大的延续家族的荣耀，太后只是痛心自己竟然培养了这么一个孩子，那么皇后为了阻止甄嬛回宫，不顾太后的性命，也要纵火制造天香一说，以及皇后为了扶持三旦不惜谋害四旦，已经触及到了太后的底线，所以太后决定让甄嬛回宫制衡皇后。毕竟在太后眼中，一花独放不是春，在她的制衡术下，从来都不允许一树独大。皇后猖狂的火苗到底还是被太后掐断了。